恭喜白老爷，邝北云赢了。魏元刚，你输了。是你输了。你虽然偷到了这颗龙珠，但当你拿到这颗龙珠的时候，子时已过。所以你输了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看看你手上的表？现在到底是几点了？看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了，你昨天找过贾一真，没错吧？我跟踪了你，后来我也找到了他。贾一真那真是个势利的小人。我只花了区区1000元，他就把你给卖了。当时我就知道你要用调包计来放我，将计就计呗。于是我就先扮成电工师傅，在这个秦府里面布下了一个小小的计谋。我呢，先易容成了秦老爷，在你们来之前把秦老爷迷昏，然后再在这个屋子里面设下了一个心理陷阱。就在我身后的位置摆放了一个大钟，我事先将这个钟的转速调快，看似走了2个小时，实际上可能才走了1个小时45分钟。如果你们10点钟到达这里的话，大钟的时间和你们表的时间应该是一致的。你们自然而然就会以这个大钟为准，而不再看你们手上的表，因为这个大钟的位置实在是太显眼了。我知道，等待的时间很漫长，慢慢的，可能就忽略了准确的时间。而当这个大钟到12点的时候，我外面的同伙就会扮成我的样子，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黑绒布袋，牵着钢丝跳下来，扯断电线，带动机关，造成了瞬间的短路。窗户被打开了，一缕白布飞出了院子。外面的那个我会故意出现在你手下的面前，向北逃走。追！就在这个时候，你们2个人回头闻声看窗外，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。我就在这个时候将盒中的龙珠拿走，造成龙珠丢失的假象。此时你以为时间已过，大势已去，你稳赢了，你又把真正的龙珠拿了出来，交换到了我的手中，我又掉了吧？就这么简单。好高明的手段。那你是怎么知道放在盒子里的龙珠是真是假的？不会吧，李元昭？你太大意了，你是不是自信的过头了？难道你不知道珍珠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吗？任何酸性物质都会对它进行侵蚀。手上有油脂，会破坏珍珠表面的光泽。你不会不知道的。
所以你第一次拿给我的时候是用手拿的，你第二次拿给我的时候是拿手帕包着的。我傻呀，我当然知道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服吗？那你怎么不看一看，你现在手上的这颗龙珠是真是假呢？你胡啊！不可能！你做了2个假珍珠，你太卑鄙！不，假的只有1颗，而那颗真的已经由杜市长送到大同城府去了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你会用易容术来赢这场赌局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一个梦，对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我开枪打死了你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却变成了我父亲。而真正你从我后面走了出来，这一点提醒我第一次在追捕你的时候，你在一条巷子里凭空的消失了，而之后是一位妙龄少女走了出来。那天她的茉莉花戒指还在我的手上留下一道伤痕，而这道伤痕跟肃亲王府被盗案中2名死者的伤痕一致。还有，沈昭元被绑架的时候出现了2个黑三儿，在之后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黑三儿戴的是同样的茉莉花戒指，再加上沈昭元的证词，那个人身上有一种茉莉花的味道，说不准他家里种了茉莉花。所以我就推断出，你一定是有一个精通易容术的女同伙。上次就是她假扮的你把我引开，才让你从容地逃走。而后他把我引到一条死胡同里，他卸下了伪装，假装出来和我不期而遇，所以我猜到你一定会再用易容术来赢这场赌局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方式，我就先设了一个局，把你引到假意真处。如果有人要问你，实话实说就对了。其实我在检查院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了你们布置的机关。另外，当我今天到这个房间里，我第一眼就发现这是你布置的一个时间陷阱，因为我上次和杜市长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这里并没有大钟。用你的话说，它摆放的位置实在是太明显了。然后我又故意用手直接拿出了那颗真的龙珠。其实我的手事先涂了一层蜡，这样就不会磨损龙珠的表面。如果当时是真的秦老爷坐在这儿的话，他必然大声呵斥。可是当时没有这么做呀，所以我就断定，坐在这儿的根本就不是秦老爷，而是邝伟。然后我用手绢拿出了那颗假的龙珠，让你认为这个才是真的。邝伟，你可笑就可笑，其实你明明已经拿到了那颗真的龙珠，但是因为自作聪明，又把它双手奉还。带进来。这个。小俏。我早就猜到你会用上次的方法金蝉脱壳，所以我事先吩咐了丁武，不用紧追邝伟，只要截住迎面跑来的女子便可。
我输了。要杀要剐，我悉听尊便。大哥，那你告诉我，幕后的指使者是谁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有个条件。你都输了，还有什么条件可讲？你说。放了他。他杀那2个人，纯属因为那2个人意图非礼。你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替他求情。你现在可以说了。董德峰，德凤堂的老板，你要的赃物都在。立即查封德凤堂。是，带去。走。大哥，来吧。说了那么半天了，喝点茶吧。慢点放，这都是事前东西。好，报告，东西全在这里，一样都少。大获全胜啊，老弟，你行。这个董德峰交给我来审，给我带走。带走！啊，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，带走！不是我的，带走！带走！来，检查一下。关了，走吧，走。老弟，大总统刚刚下了特赦令，到监狱接你的父亲吧。真的？快把门给我打开！爹，我来接你来了，爹。爹！说让你等着我吗？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冤枉啊，确实是冤枉啊！你还敢喊冤枉？确实是我指使匡美云去偷盗了这些东西，但我也是受人指使啊！你受何人指使？不说，就你犯的这些罪，该判你什么刑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是，是端背了普郡。普郡，就
这个人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啊？杜师长，是那个段贝勒。要不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，这天下原本都是他的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慈禧太后封的那个大阿哥吧？正是。本来老佛爷是想废除光绪爷，另立督军为帝，谁知外国公使不承认，辛丑议和，他爹段君王载漪受了牵连，这大阿哥的名号也就废了。光绪28年，他和他爹段君王被发配蒙古，如今民国了，他才敢回来。你说的都是真话？属实，句句属实。连昭，他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这件事，我对不住你。父亲做了一辈子行为，刚正义，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贪赃枉法之念，一世清白。最后却落得一个枪毙的罪名。我知道，父亲是不想在刑场上受苦，所以才……连昭，我对不住你，我要亲自到灵堂去谢罪。父亲生前留有遗言，身后只需一口薄板棺材，不设灵堂，立即下葬。真是着实清流。连长，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尽管支持。只有元茂人能做到的，我全都答应你。大总统，连昭确实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尽管说。你是不是想当执法处处长？好，我答应你，立即上任。不是，我恳请大总统放了邝美云和罗小乔。什么？那是你爹的罪人呐！你还要替他求情？你疯了！害死我爹的不是他们，而是真正的幕后元凶。况且二人并无大恶迹，且有立功表现。再说，现在赃物全都追回来了，并无损失。就请大总统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了他们吧。好，放了他们，我答应。别跪着了，快起来，啊！起来，给你递上炷香，送到上路。
是你父亲生前最珍爱的西园记录。他在世的时候让我告诉你，无论将来你决定当一名医生还是侦探，都要收下它。我儿燕昭，今日你东渡日本，此去经年，望你好自为之。为父知你心中不愿，也知你其实最喜欢的是刑名之术，但为父20余载宦海沉浮，深知此中况味，非凭一己之力便可洗雪冤屈，伸张正义。所谓正义者，无非权力也。清帝退位，民国新立，虽改朝换代，却气象如旧。为父本有意告老还乡，与你娘回杭州颐养天年，怎奈北洋政府3番2次请我留任，名为挽留，实则强迫，为父也只好重操旧业。身不由己之伤，为父每念至此，常扼腕叹息。唯愿我儿学有所成，日后若能悬壶济世，则可安身立命。燕昭，莫怪为父专横，实不得已而为之。他日若你能见此信，恐你我父子已是阴阳两隔。父亲最后要跟你说的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，那就回到事情最先发生的地方，在那个起点好好寻找一番，肯定会有所发现。父子，民国元年3月16日。秋月，退下。这。李李爷，您这个地方还真够隐蔽的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找着。大胆！你敢这样跟贝勒爷说话？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就不想动了。杀还是剐，
咱也还在这儿吧？贝勒爷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我是为了您的安全才来的。来者何人？北洋军64师中将师长杜凯之，便是在下。原来是鼎鼎大名的杜凯之杜师长。久仰。嘿嘿，贝勒爷过奖了。其实您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。队长。严昭，这个就是新上任的穆延昭穆探长了。正是。普军，你这费尽心思的收了这么多宝贝，不会是为了收藏吧？我还犯不着办什么事儿，要跟北洋政府的一个师长请示吧？那是自然。您贵为普军，就算是论资排辈，到现在也应该是亲王了吧？可我就是搞不明白，现在这个局势，你为什么还要和袁大总统作对？你到底是聪明还是糊涂？袁世凯这个小人，这江山原本都是我大清的，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既然你还是如此的执迷不悟，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大总统有令，只要你能老老实实的离开京城，不带任何的财物，他就全当你没有参与这件事情。您还是您的普军，还享受您的荣华富贵。要不然，可别怪我杜某不客气了。你敢要挟贝勒爷？我委员，退下。杜师长，钱财身外物，不带就不带，只是这把椅子是高宗纯皇帝留下来的，还望杜师长网开一面。乾隆爷的物件啊，好吧，贝勒爷一路好走，杜某就不送了。谢了。不能让他走。连长，你父亲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可是这件事情急不得，因为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不清楚，也许你也接受不了。回去吧，有很多事情我慢慢给你解释。我命令你，我真是冤枉的，冤枉的！哎呦，贵爷，师傅知道我是冤枉的，放我出去！放你出去啊！别做梦了，也不知道你造了什么孽，稍直接判你枪毙，连最后顿饭都没给，带走！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！
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贝雷，时候差不多了。军的人头就不保了！给我打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已经尽我所能，我并没有对你抱多大希望，但是你还有最后一个任务需要完成。你给我搞清楚！ 我是堂堂大清的普军，不是你们的奴才。不答应，现在就死；答应，还可以暂时离死远一点。你自己选吧。日本人又开始催促，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继续拖。是。解決できないんですか？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？ここだってるさないじゃないか。台風が先をやってるんだ。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ね。切り裂かないじゃないか。解決できないんですか？どうなってるんだ。我々が戦闘機に台風を吹き出せば。 お静かください。遠征外との交渉の予定期間は全く計算外だ。それなのに条約の文言一つ決まってはおらん。これはこの席にいる諸君すべてが恥すべきことだ。大日本帝国並びに 天皇陛下に申し訳が立たん。遠征外も分かってやっとるのだろう。いたずらに時間ばかり浪費すれば状況は我々に不利になります。今日国際情勢が錯綜を極める中、この条約を一刻も早く締結し、信濃における我々の基盤を築き上げ、欧州列強に対抗せねばなりません。しかしながら遠征外が前の交渉席に着くたび、ややもすれば不合理で理不尽なへりくつばかりを並べるのです。毎度同じことなのです。毎度こうやって時間が浪費されるのです。 この殿はこの時間いいですか。もし袁世凱の席ただたどうと思いますか。なんだ貴様、一回の通訳が何の資格があって詰め込むと、この鬼を呼んで品地に同情しろとも言うのか。黙れ。あ、相田君の言うことにも一理ある。我々は自分たちの利益ばかりを優先していたかもしれん。遠征外が
息もできぬようにな。少しは遠征街にも甘い汁を吸わせてやらんとな。皆さん、すみません。貴様、いつかこの落とし前をつけてやる。ではすでに何かいい考えでも。遠征街が恋に時間を引き延ばしているのは、国際世論を煽り諸外国の協力を得るためだ。中んずく英米の手助けをな。したがって一国の優良もならん。このままではますます不利になるばかりだ。したがってさらに馬に鞭を加えねばならん。遠征街に伝えろ。明日交渉を再開するとな。一切合切、明日中に全て型をつけるとな。探长，穆探长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杜师长派人来找过你，说今天就要召开最后一天的中日谈判会议了。这个会议事关重大，杜师长希望你能亲自负责会场的安全。不过，他也吩咐过了，如果你状态不好，那就先休息吧。等等，事关重大是吧？出发。爸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啊？圆圆啊，你爸爸说了，我们圆圆呢在家待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报社呢也来电话催你去上班，说缺人手。我跟你爸爸呢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呢让你去报社去工作，但是啊，你不能再像上次一样做那么危险的事情，要答应爸爸妈妈啊。怎么了，圆圆？听着好像不高兴啊。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？莫言昭的爸爸刚去世，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人的命天注定。圆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赶紧吃饭。吃完饭呢，上报社上班去啊。我吃饱了。吃完饭再走啊。圆圆，早点回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，老沈？你还不放心圆圆啊？我担心的不是他，而是这个。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？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条约，已非一朝一夕。北洋政府呢，采取的是拖字诀，等待英美两国插手。本是一个无奈之举，可惜这两国都不愿插入此事。照目前形势看来啊，只怕袁世凯扛不住了。别问我的名字，曾经沧海的水滴。别看我的眼睛，
想偷走我的心，已经封存在海底。别再欲言又止，随风飘散的故事，不说迷离的感情，可以将心掩饰。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无需太多解释。风一样的故事，海一样的心事。我想到故事的开始，想不到故事的结局。不说迷离的感情，可以将心掩饰。你听不懂的言语，无需太多解释。风一样的故事，海一样的心事。我想到故